2008年3月20日，这是妹妹失踪后的第783天，我终于在一个儿童走失的网站上找到她的线索。那是几个被拐卖儿童解救后的照片，我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短发女孩就是我的妹妹单秋。这2年来，我们全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她，父母甚至把工作都辞了，在周边各地苦苦寻找，从没有放弃。我已经能想象出他们看到照片后喜极而泣的样子。这段时间他们身心俱疲，只有我知道他们有多难。然而就在我把他们叫过来辨认照片中的女孩时，父母的态度和回答简直颠覆了我的世界观。平日里和蔼可亲的父母，此刻就好像变了个人，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这个家里从来就没有叫做单秋的人，更没有什么妹妹。这不管我怎么说，父母都坚持我是家中的独生子，他们从来就没生过女儿。我看着一本正经的父母，觉得他们好像2个陌生人。这一刻，陌生的让我感到害怕。难道说，这2年来的寻找全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哪里出错了。我翻出家里的相册，准备拿出妹妹的照片给他们看。我很确定自己的记忆是不会出错的。可是难以置信的是，曾经4口之家的合影全都变成了3口之家。我翻遍家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没能找到一张妹妹的照片。不死心的我又找来亲戚、朋友，还有一些熟悉的邻居询问，可是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单秋这个人。我简直要疯了，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怎么会突然就不在了？我再次从网上找到那张照片，仔仔细细的辨认。可诡异的是，无论我怎么看，照片上这个短发女孩再也不是我记忆中妹妹的模样了。我不肯接受，我执意要去网站报道的城市寻找妹妹。大家都劝我冷静，可是我像发了疯一样，竭力的要证明自己是没错的。父母只能强行的把我带去医院，做完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是记忆力受损，大脑有过损伤的缘故。父亲也说，我7岁时出过车祸，当时伤到脑袋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，导致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。可是我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受过伤，也不认为自己的脑袋出过问题。可有时人的意志并不以自己为主，当有一个人说你疯了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在意，只会一笑置之。可当所有人都说你是疯子，你就算是没疯，也会不自觉地在心里边怀疑自己。这或许真的是我有问题。一个人也许会错，但总不能大家都错了吧？几天后的公交车上，我就发现一个满脸胡茬的怪人，他在盯着我。他的打扮就像个流浪汉，蓬头垢面，浑身脏兮兮的。我被他看得很不舒服，皱了皱眉，转头看向窗外。到站后，车上又上来不少乘客，我向后挪了几步，忽然就感觉有人在我的手里塞了个东西。低下头，一个脏兮兮的手掌迅速抽了回去。尽管速度很快，可我还是辨认出是那个满脸胡子的怪人。我莫名其妙地看向手里的东西，发现是一个纸团，展开之后看到上边写着一段话：我知道你妹妹的事儿，
晚上12点到公园山顶找我。妹妹，她竟然知道单秋的事情。我心中一惊，赶紧寻找这个怪人，可是他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车了。如果这个怪人知道单秋，那就证明我的脑子没事啊！医生和父亲都在骗我。我在外面瞎逛了一天，心里一直在想那个怪人。傍晚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去公园。时间尚早，公园山顶的小广场上有不少锻炼的人。我小时候就经常在四周的树林中抓蜻蜓，所以对这里很熟悉。天色渐晚，很快山顶就剩下我一个人。已经到12点了，可那个怪人却没有出现。就在我以为这是恶作剧，准备离开时，这树林里边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：真相很残酷的，你确定要知道吗？我走进树林，戒备地问道：你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接下来你会听到许多颠覆你认知的真相，你确定要留下吗？不是，你别装神弄鬼的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得知道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说道：你这身边的所有人都被修改了记忆，所以啊，他们才会在一夜之间全都忘了单秋这人。你在逗我吧？如果你想知道你妹妹的事儿，就别这么早下结论。这我确实很想知道妹妹的事情，所以我没有反驳。那你眼前这个世界就是一座动物园，你的父母、朋友、邻居、同事、亲戚，这些你最亲近的人都是假的，他们联合在一起把你控制在这座小城市里，让你成为供人玩赏的玩物。这坦白说呀，我心里边存在着很多的疑问，也一直没有相信医生和父亲的说法。可是这家伙说的什么动物园，我是供人观赏的玩物，这就有点扯淡了。哦，对了，其实他们也并不是你的父母，你的记忆都是假的。你是个疯子吧？这简直是无语了。看来我是真的疯了，才会在大半夜里跑到这里听这个流浪汉说疯话。他好像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，这语气依旧是平静。我是20年后的你，确切的说，我是另一个世界中20年后的你。我去，你别放屁了！我这都有些生气了，这家伙真的是越说越离谱。他完全没有在意我的话，慢慢的从阴影中走出，拨开额前杂乱的头发，将整张脸露出来。接着惨白的月光，我就看到他脸上的胡子已经没有了，清瘦的面庞虽然还有些脏，但我能确定这真的是我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他们偏偏是在你得到线索后才不记得单秋？之前一直都在竭力的寻找啊！哼，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得阻碍你离开。这是一个多元的宇宙，每个世界里都有一个你。有人怕你误入另一个世界，所以呢，修改了所有人的记忆，直接毁掉
你去重庆找单秋的念头。他的话就好像是一记重锤，直接敲着我的心脏。如果事情真像他所说，那我的人生就是个供人娱乐的玩笑，荒诞的就像是一出闹剧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今晚回家后，你悄悄的去父母的房间里，就会知道答案。夜里，也不知道是几点，我浑浑噩噩的回到家，刚进门就被一阵奇怪的嘶嘶声吸引住了。这声音是从爸妈的房间中传出，我一下想起那个怪人说的话，不由得悄悄地走了过去。黑暗中，家里那台老式的电视机不停地闪烁，满是雪花点的屏幕上就散发出阵阵的嘶嘶声。嗨，这原来是忘关电视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心里松了口气，准备关上电视离开。可就在我的视线扫过屋里的双人床时，刚刚放松下来的我瞬间瞪大了眼睛，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窜到天灵盖，让我浑身冰冷。只见父亲和母亲正面无表情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满是雪花点的电视，就像是两尊雕像立在那儿，十分的诡异。我伸手在母亲的眼前晃了晃，发现她连眼珠都没有转动一下，仿佛所有的精神都被吸走了似的，没有任何的生气。我站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这难道事实真像这个怪人所说，他们不是我的父母？夜深人静的晚上，雪花屏的噪点格外刺耳，我不自觉地看了过去。起初没什么，可是渐渐的，里面的雪花点开始变换，好像一段段信息涌入我的大脑。我使劲地转过头，却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次日清晨，我是在自己的床上醒来，父母一切如常，就好像昨晚那诡异的场景只是我的一场梦。但我已经无法在家中多待一秒，我看着他们慈祥的面庞，总会不自觉的就想到那一晚的诡异场景。一切都回不去了，我必须离开这里，但我知道普通的方法不可能成功，因为从小到大，每当我想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，就总会有各种天灾人祸阻挡着我，让我不得不放弃。就在我犯难时，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帮我解决了这一切。坐上火车，他会带着你离开这个世界，切记不要惊动任何熟人。哦，我已经离开你的世界了，不用找我。虽然没有署名，可我知道这是他在帮我。信封里还有一张古怪的车票，应该就是信中所说的火车。2008年3月30日4点08分，同华市到同华市。看着车票的信息，我眉头渐渐地皱起。这怎么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是同一个地点？这能到吗？更让我诧异的是发车时间，不看年份，3月30日4点08分，这正是我出生的时间，分毫不差。算了，管他奇不奇怪呢，先逃出去再说。我在心里打定主意，开始思考出逃的计划。这仔细地想了想，距离车票上的日期还有3天，这期间只要我不表现出任何的异常，挺过这3天，登上火车应该并不难。
想清楚这一切后，我就开始偷偷地准备行李，学习简单的伪装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母亲这几天对我是格外的关心。我有头疼的毛病，她这几天里总是在凌晨就起来给我熬中药。我心里感动之余，更多的却是酸楚。不知道她这些行为是因为接受到指令，还是出自她对我的母爱。3天后的清晨，我准备好一切，悄悄地走出家门。火车站离我家不远，步行20分钟就能到。春寒料峭，漆黑的街道上安静的吓人，鳞次栉比的楼房就像一个个怪物，在黑暗中窥视着我。我从没在这个时间出过门，这没想到黎明前的城市是如此的阴森。曾经熟悉的家园给我一种无法描述的陌生感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刚走出不远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这声音虽然不大，可在这样紧张的环境里，却着实把我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我转过身，发现说话的竟然是我的发小林虎。他家就住在胡同口，最近刚接受了夜班司机的工作，正是凌晨时分下班。嗨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，真是该死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见我不回答，他又问了一句，缓缓地向我走来。他的样子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，可他向我走来的姿势却让我瞬间紧张起来。这个姿势我太熟悉了，也见过太多太多次了。那是我们抓鱼抓蜻蜓的时候，怕惊动猎物，轻轻试探着向前走的样子。我知道，这接下来只要接近到足够的距离，林虎就会瞬间出手，就像是抓一只老鼠般迅速地把我束缚。你是在监视我吗？不能让他再接近了，我嘴里反问着，可是脚下却猛然发力，转过身就开始狂奔。别跑！这身后立刻响起林虎的叫喊。随后我就看到周围的邻居家的灯一个个亮起，数不清的黑影从四面八方窜出来，大喊着向我冲过来。你算什么哥们儿啊？上哪儿去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！这身后不断地响起林虎的怒喝。我不敢回头，我害怕看到林虎的脸，我最好的朋友陌生的样子。而这些反常的行为也再次印证了怪人的说法，这里就是个圈养我的牢笼，没什么可留恋的。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一路向着火车站狂奔。10分钟后，前方出现一片光亮，鲜红的霓虹灯映衬着3个大字：同华站。这似乎和我印象中的火车站有些不同，不过我已经没时间管这么多了，径直地冲进去。入站口、检票区、站台，我一路跑过来。这偌大的火车站里竟然没有一个人。我顺着指示向月台冲去，那里真的有一列破旧的绿皮火车停在那儿。这时林虎已经离我很近了，指尖就搭在我的肩膀，似乎稍一用力就能把我拉进人群。我拼了命地跑向火车，但是肩头已经被他抓住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失败时，他却松开了手。我怔怔地看着他垂落的手臂，一时间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。他们没有车票，是不能上车的。我这才发现，此时我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火车的车门。林虎虽然距离我很近，可是他却在门外愤怒地看着我，没有向前一步。我松了口气，看着车门左侧正站着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伯，
头发花白，十分的慈祥。很明显，刚刚这句提醒就是他给的。我走进列车，礼貌地问：“啊，大爷，您是这辆火车的列车员吗？”他点点头，仔细地看了我一阵，才开口道：“车票。”检完票，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。此时我发现整个车厢里竟然只有我一个乘客。我摸着新的发亮的座椅，有种说不上来的别扭。这列绿皮火车虽然从外边看极其的老旧，可里面却新的离谱，就像是第一次上路的新车。儿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这药还没喝呢，那路上该头疼了。这时车窗外响起母亲的声音，她的话就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，让我十分的难受。就算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可这些年的母子感情还是让我无法割舍。我隔着车窗看向他，最终选择沉默。见我没反应，人群中走出一道倩影，大声地说道：“喂，善宇，只要你留下，我就答应和你交往，结婚，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”张琳是我高中时期追过的女神，那时的我被她拒绝过很多次，没想到她为了让我留下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真是离谱。然而更加离谱的还在后面，我的老板也站出来，他几乎是哀求地说道：“哎呦呵，山宇啊，那只要你留下来，我让你当总经理，啊不，我把那公司都给你，求你了，留下来吧。”这老板平常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，今天为了留下我，居然这么低三下四的哀求，就差给我跪下了。这已经不是离谱能够形容的了，简直就是荒谬。这让我想起了楚门的事件，当电影里的主人公发现真相时，也许就跟现在的我一样，除了震惊，更多的是决绝。再美好的谎言终究还是谎言，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谎言中。窗外的诱惑声越来越大，什么让我做市长当首富全来了，直到火车行驶起来，他们这才放弃。这时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着站台走来，那竟然是20年后的我。他不是离开了吗？我直直地看着他，有些奇怪。他面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径直走进人群，来到我母亲的身边，拉起她的手，向着车站外走去。其他人好像也得到某种指令，跟着他离开这里。我就很好奇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可是火车已经开启，逐渐地驶离站台。黎明前的黑暗就要消散，我看着东方露出的点点朝阳，心中无比的放松。可下一秒，我突然觉得全身一震，接着身体中的力量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抽走了，虚弱无力。胡须开始冒出，细纹爬上脸颊，发际线后移，接着就是体内翻江倒海般的疼痛。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正在变化。起身冲向卫生间，我看向镜子中的自己，骇然发现自己竟然变成20年后的样子。这时我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，拿出来查看，发现上面是一条短信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告诉你，坐上火车之后就等于互换人生了。这胃癌就快夺走我的性命了，但我还很多事儿没干呢，那就只能来抢你的时间了。火车的目的地就是我那个世界。哦，那边情况不太好，希望你能活下来。这是20年后的我，他欺骗了我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真相震惊得几乎崩溃。原来我只是从一个牢笼换到另一个，
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。腹痛、恶心，命运似乎就连绝望的时间都不给我。很快我就蹲下身子呕吐起来，呕吐物里还有着很多的血，这一看就是命不久矣。我哈哈大笑，这哪有什么自由啊，全都是骗子。那个年纪很大的列车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到我的身边，他看着老去20年的我，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奇，只是叹了口气。你还有时间，只要你能像他一样把车票给送出去，就可以换到那其他的善与的人生。这列火车连通着所有的世界呢，只要你愿意啊，你都可以随便去换。说完，他将之前那张车票还给了我，很暖心的拍了拍我的肩膀。看着手里的车票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蠢，满怀希望的逃出来，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。但我马上想到，或许那个操控一切的存在就希望看到这些善侣们互相的欺骗，而他就躲在高处，饶有兴致地俯瞰着这场戏。我心说我不能让他如愿，于是干脆地拒绝了列车员的建议。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即便是毁灭。这20年后的世界只能用荒谬来形容，因为一次病毒的大爆发，不仅人口锐减，而且人和人之间也多了一种天然的疏离感，谁都不再信任谁。这种不信任渐渐的就酿成一场世界战争，大规模的核武还有生化武器就被运用到战争中，这个世界正在濒临崩溃。很不幸，我正是这个时间到来。临下火车时，乘务员好心的叮嘱：别在室外逗留啊，下车赶紧上室内，这空气里啊到处都是病毒，要是改主意了，你可以在明年的这一天再来车站。我轻轻的点头，却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。现在我只想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再接受任何力量的摆布，所以我是绝不会再登上这辆列车的。走出车站，空气瞬间变得混沌，只是呼吸一会儿，嗓子就有一种刺痛感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破败的街道上，行人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行色匆匆，根本就没人停留。仰头看去，灰蒙蒙的天空看不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不时落下点点灰尘。这就是末日吗？我不自觉地嘀咕，下一秒突然感觉肩膀一疼，虚弱的就倒在地上。我去，我这左肩中弹了，鲜血正在向外流淌。不等我反应，身边陆续就传来砰砰的一连串的子弹射击的声音。不多时，另一侧也传出枪声，那就像是两伙人在交火。枪声持续了几分钟，我的意识渐渐的模糊，恍惚中我感觉有人在为我包扎肩膀，然后把我抬上一辆车子，迅速的离开了。喂，他真的是那个男人啊？这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？这没穿防护服，保镖也不带一个，呵，这太反常了，一定是有什么阴谋。那是不是阴谋也轮不到咱们管，把他带回去交给首领就清楚了。这车上几个人的对话我听不太懂，不过隐约感觉他们说的是我。看来这个世界真的很混乱，居然大白天的就有人开枪对战，丝毫不在意周围无辜人员的性命。肩膀的伤口被包扎之后，我的情况慢慢好转。等到车子停下时，我已经能够睁开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。这是一辆破旧的面包车，
除了驾驶位的其他座位都被拆掉了，脏兮兮的车身满是弹孔，左右两侧的玻璃也碎裂了好几块，用一些胶带胡乱地粘着。若不是一路过来，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破车还能开起来。醒了就自己走，还得姑奶奶背你啊。这说话的是一个高瘦的女孩，她穿着一身灰色的防护服，全身都包裹着，只有一对漂亮的眼睛露在外面，此刻却是满脸怒火地看着我。她身旁还有2个男人，全都捂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出相貌，不过从身形上可以判断出年纪应该是很大了。快下车啊！其中一个男人对我大喊。我有点莫名其妙啊，这些人明明救了我，可是对我的态度却像是仇人似的，一个个怒目而视，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。我被推搡着下车，环顾四周，眼前尽是一片的荒凉，就连户人家都没有。不等我发问，这个瘦高女孩就把一个护膝面罩扣在我的脸上，然后将我的眼睛也蒙上，就像是押解罪犯似的赶着我往前走。这路并不好走，我有几次差点摔倒。大概走了20多分钟，我的面罩突然被解开。此时我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空旷的山洞，许多人正举着火把看着我。没想到咱们父子俩还能再次相见，这可真是缘分啊。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传来，人群分开，我看到自己的父亲坐在轮椅上，被瘦高女孩推着出来。他们在山洞里都不戴面罩，我揉了揉眼睛，发现这个瘦高女孩竟然是我的妹妹单秋。小秋，我诧异地叫了一声，瞬间激动起来。闭嘴，不准你这么叫我！这单秋满脸愤恨地呵斥着我，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。你怎么了？我是你哥哥呀。单秋扭过头，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看向父亲，爸，你们这人怎么了？看见我的表情，父亲也是愣了一下，但随即哈哈地笑起来。爸，你管我叫爸。告诉你啊，别演戏了，你不是一直想杀我吗？我这听得一头雾水，这都什么呀？我怎么会杀自己的父亲呢？但是冷静下来，我马上就想明白了，这里不是我的那个世界，所以他们也根本不是我印象中的父亲和妹妹。那么，你这大名鼎鼎的米苏拉教上主，就连自个儿做的事儿都忘了？既然你想不起来，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父亲冷冷地说着，朝旁边的人招了下手，然后就有人将一摞报纸丢在我的面前。我拿起最上面的报纸，第一眼就被上面的标题给震慑住了。邪教首领单宇公布反抗者必杀名单，亲生父亲赫然在列，100万人一呼百应，发誓永远效忠。这见我满脸震惊的样子，父亲再次冷笑。告诉你啊，不要以为装疯卖傻就能蒙混过去，我是不会手软的。明天我就向全世界直播枪决你的视频。米苏拉必亡，米苏拉必亡，米苏拉必亡！这周围的人一声声的呐喊。我被周围的人推搡着关进一个小山洞里，那摞报纸被我死死地抓在手中，直到四周完全安静下来，我这才回过神。不是，这都什么情况啊？在这个世界里，我竟然是个什么教的
教主，而且还要弑父。我这都已经够惨了，怎么还把这种伦理剧的狗血戏码强加给我呀？有没有人性啊？这时山洞的牢门微微的晃动，一个老妇人拎着包袱悄悄地走进来，她的动作很轻，给人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。我盯着她，直到她走近，我才发现这竟然是我的母亲。她比20年前老了很多，头发几乎全都白了，走路的时候后背也是弯的。无法想象这20年她都经历了什么。明天一大早，妇女和儿童就都得转移了，我就不能上刑场送你了。毕竟母子一场，也不能让你饿着肚子上路啊。他喃喃自语似的说着，我看着他苍老的面庞，不自觉地问了一句：不是，妈，您这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呀？听到我的问话，他突然愣住了，仔细地看了我好久，突然说道：你不是我儿子，你是谁？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愣在那里没有说话。我的儿子不会这样说话的，他除了毁灭世界，根本就不关心任何事儿。他凝视着我的双眼，突然叹了口气。难道他死了？我摇了摇头，还是没有说话。他似乎明白我的意思，把包袱里的饭菜一一的拿出来。这些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，你那伤需要补充能量，多吃点吧。他看着我吃了几口，就起身离开了。我并没有什么胃口，继续拿起报纸阅读，这看着看着就那么睡着了。当晚我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在梦里我回想起来那一晚在电视中看到的真相。梦中我独自坐在一台电视机前，屏幕上满是雪花点儿，发出丝丝的杂音。我不受控制地看着雪花屏，就像是连接到某种力量，突然接受到海量的信息。你是所有宇宙中最后一个人类，无法繁衍，也无法死亡。你的人生被分成了无数个宇宙，每一年，每一天，甚至每一秒，都是不同的你。为了稳定这些宇宙，只能不停地修改你的记忆，但还是有很多你能触及到真相，来到这里。为什么要留下我？这有什么意义？我问出心中一直以来最大的疑惑。这些世界是因为你才存在，这似乎是留下你的唯一理由。我从梦境中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，灰蒙蒙的天空让我的情绪更加压抑。不管这是一个梦，还是某种力量在告诉我真相，此刻我都已经麻木了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我经历了太多的震惊和诧异，一会儿就要被枪决，我就算不死，癌症也很快会要了我的性命。什么最后一个人类，什么多元宇宙，这些真相来得太迟，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。这时门外响起了说话声，我以为是押我到刑场的人来了，可没想到门打开之后，只有母亲一个人走进来。我已经支开门口的人了，你快离开这里。母亲小声地说道。我有些惊诧，这昨天晚上我从报纸上已经得知，之前我创立邪教，挑起战争，就连亲生父亲都下得去手，根本就是个大魔头啊！那为什么他还要救我呢？似乎是看出我的疑惑，他又开口说道：孩子，
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他犯下这罪孽，不应该让你承担呢。快走吧。这是从我知晓真相后，心里边第一次有着温暖的感觉。这个女人是真的在关心我，而不是因为我是她儿子这个身份。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，不想再逃了。可是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一定要我活下去，改变这个世界。离开山洞，我们顺着一条小路走出树林，周围再也没有隐蔽的东西，天已经完全亮了，我们只能快速地向着市区逃跑。走在后面的母亲脚步渐渐地放缓，她不想拖累我，喘着粗气说道：我没劲儿了，你自个儿走吧。这见我一脸犹豫，他又开口解释：放心，就算他们追上，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可是我还是不想就这么丢下他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树林里突然传出密集的脚步声，接着就是一颗子弹打中我的小腿，我摔在地上，无法再前进。这眼看着后面的人追过来，也不再挣扎。妈，我得了胃癌，已经没多少日子了，早死晚死都是一样的，就让他们帮我解脱了吧。他诧异地看着我，颤声说：怎么会这样？你看过医生了吗？是真的没法治了？我点点头，就看见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有些后悔说出实情。呵，果然是你这老婆子。人影围上来，父亲从人群中走出，怒不可遏地说道：你知不知道他找人杀我？你这老婆子放他走，那是想我死啊？嘿，他不是咱们的儿子，让他走吧。他得癌症了，已经没多少日子了。母亲连忙解释：我去，这只有你才相信他这鬼话呢。让开，我要在这儿结束这个畜生。父亲根本就不信，他端着枪走上前，可母亲却拦在中间，死死地抓着枪口。咱们儿子犯的错，不能让无辜的人承担呢。我看你是疯了。父亲狠狠地把他甩到一边，重新把枪口对准我。可就在这时，市区方向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，围在我身边的几个人瞬间中枪倒地，子弹精准地绕过我，射在四周的反抗军身上。刹那间血腥弥漫，人群中的单秋反应极快，几乎是在枪声响起的同时将父亲扑倒，然后掏枪反击，找掩护，一气呵成。我不知道这枪声是什么时候停的，我的意识还停留在母亲中弹倒地的那一刻，她用尽全力扑在我身上，即便是中弹后还在保护着我。她在我的怀里很快就没了呼吸，我愣愣地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，鼻子一阵的发酸，不自觉间就流下眼泪来。解救成功了，立刻带上上主撤退。随着声音，一群装备精良的战士从市区方向靠过来，将我抬上车，迅速地离开。我死死地抱着母亲的尸体，第一次感受到亲人离去的痛苦。车子进入市区后，四周满是人影，密密麻麻的，几乎将整个道路堵死。各色条幅挂在街道两侧，就像是庆祝什么节日般的热烈。很快我就发现，车窗外的人们在夹道欢迎我的回归，无数年轻的面庞兴奋地冲我大喊：嘿呦，这天佑秘苏啊，
上主回来了！四周喊声震天，一直到我回到住所，这才停住。望着那一个个激动的面庞，我知道20年后的我已经将个人崇拜贯彻到疯狂的程度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为我贡献生命。尊敬的上主，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军队已经集结完毕了。现在只要您一声令下，马上就可以对大洋彼岸开战。这说话的是一个面容清秀的男孩，看上去不到20岁。我从他炙热的眼神中看到对战争的渴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底却突然涌起恐惧的感觉，想要摆脱这里的一切。母亲为了保护我而死，我正在思考接下来的话，这男孩却好像想到什么，愧疚地说道：上主节哀，3天后举行世界追悼会，所有教众都会进食哀痛，这样安排行吗？我下意识点点头，随后把他们都打发走了。或许之前一直都太紧张了，刚刚放松下来，我这胃里就钻心般的疼痛，接着一口鲜血吐出，瘫坐在地上。我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躺在床上，我又想起了母亲将我护在身下的画面。父亲打向我的子弹全都射在他的身上，我无法忘记他奋不顾身的一幕，眼眶不自觉地红了。即便他只是个被修改了记忆的工具人，可那一刻他展现出伟大的母爱。之后的日子，我不得不坐上邪教教主的位置，开始处理各种的事务。我不想在临死前看到世界毁灭，于是尽量的拖延开战的时间。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教里的各方势力都蠢蠢欲动，都觊觎着我死后的教主的位置。我在这混乱的局面中渐渐力不从心，身心俱疲。病痛中的我愈加的怀念亲情，想到为我而去的母亲，我心里渐渐地冒出一个念头，我想在临死前再去其他的宇宙看一眼母亲的样子。找出1年前那张车票，我的心情稍稍的安稳了些。我只想去说一声感谢，不会交换人生，不会让任何力量摆布着我。3月30日清晨，我再次踏上 K330次列车。这一年很不容易，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做梦一样。被上亿的人拥戴，遭遇过多次的刺杀，与各方势力周旋，现在我终于可以离开了。不知道这列火车又会把我带到哪个世界。想到即将面对未知，我的心里既忐忑又好奇。走进车厢，里面依旧是崭新的样子。老乘务员站在车门口，一切都和我1年前看到的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可就在我跨上列车的下一秒，老乘务员却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，他神色复杂地对准了我。你不要怪我，只有你死了，这循环才能结束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呆立在门口，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刚想开口询问，他已经开枪了。砰的一声，子弹擦着我的脸颊划过，射在车门上。作为密苏拉教领袖的这一年，我遭受过多次的暗杀，是这些经历让我能在刚刚千钧一发之时，本能地侧过身体，险而又险地躲过这颗子弹。接下来，我趁他愣神时夺下手枪，质问道：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他见自己失败，脸上的疯狂褪去，逐渐变成失望，而后就像是受到什么打击，整个人竟然萎靡下去。
这就是命啊。他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然后就像是认命般的坐在地上，不再开口。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？到底为什么要杀我？他看向我，目光中只剩绝望。知道真相又如何呀？最后还不是被他摆布吗？一次次的无能为力呀。你究竟在说什么？我已经是要死的人了，不用你动手，癌症就会要了我的性命。我只想明明白白的离开。这也许是被我的话给打动了，他抬起头，指着自己说道：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是这车上的乘务员吗？他哈哈大笑。你就没想过，这为什么火车上会有一个不相干的老人吗？他这么一问呢，我不禁暗骂自己粗心，自己还真是没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。火车上有列车员这事儿，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成为固定思维，以至于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注意到，这列车就我一个乘客，他根本就不需要列车员。没关系，早发现与晚发现也没什么区别。他似乎猜到我的心思，继续说道：我就是70岁的你，你可以叫我善语70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我连忙去看他的脸，除去皱纹和胡子，我们的脸型和五官竟然惊人的相似。之前我从未注意过这些细节，现在看来，从我第一次上车那天，一切的线索都摆在我的面前，只是我从未发现罢了。善语40，也就是欺骗你的那个善语，他第一次登上火车时，就是我给他检的票。那时的我还很天真呢，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了，劝他等待死亡，不要去找你。可是他终究是去了。我在这火车上看着循环一次次的开始，可是无能为力呀，心中只有绝望。循环什么？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忍不住问道。他想了想，最后却摇头。很多事儿只有你亲身经历了，才能做出不同的决定。善语40，他的失败告诉我呀，要打破这个无限循环的牢笼，只能期待一个完全不同的善语出现。可是我有权知道真相。这20年，我始终活在别人的操控之下。离开自己的世界后，我以为自己终于自由了，却没想到被骗走了20年，还莫名其妙地得了癌症，当了1年的邪教教主。可即便如此，我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崩溃，因为这种被蒙在鼓里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实在是太绝望了，看不到一丝的希望的绝望。见我真的急了，他的态度有所缓和，轻声的安慰：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曾几何时，我也曾这样歇斯底里的质问过上一个善语70。最后他将真相告诉了我，结果呢，我明明知道结局，却还按照他安排的剧本
自己走进循环里。那他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没人知道。对于他来说，人类的寿命实在是太短暂了。这些多元宇宙中的善羽，最长就只能活到73岁。如果不去干涉，这些宇宙最终都会消失。也许是为了让自己这动物园无限的延续下去，他利用这趟列车连通着各个宇宙，开启了循环。他这回答虽然模糊，可却让我想通了很多事情，明白了这场循环的意义。这是我的一生被分割成无数个部分，虽然各个独立，但却是一条无法更改的线性时间，最长的就是73年。但是一辆连通着各个宇宙的火车，却把我这一生从线性时间变成3维空间。任何时间段的善羽，只要坐上火车，就可以去到其他的宇宙，交换人生，重新开始。如此往复，只要这个循环能够平和，我的人生就永远不会结束。那如果我死了呢？我死了，这循环是不是就停止了？我迫不及待地问道。他无奈地摇头。你还是没明白，你这生死根本就不由你做主。我不禁苦笑，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。圈养我，玩弄我这一生还不够吗？还要让这一切不停的循环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见我情绪消沉，他又开始鼓励我。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么多了。这一次，希望你自个儿做出决定吧，不再被我们的经历干扰，替所有的善羽打破循环。我点点头，已经理解了他的用意。他将打破循环的期望寄托在我的身上。原本只想等待死亡的我，突然就感觉这肩头多了一副沉重的担子。火车到站后，善羽欺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：一切都是注定好的，你不要自责。我这不明所以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来得及问其缘由，他就关上车门。刚出车站时，我的心情还有点紧张，担心这又是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。可当我看到安静的街道、穿行的人流时，我的心马上放松了。车站门口的大钟显示，这是1997年的童话市，一个和平而又充满希望的年代。我走出车站，久违的放松让我的脚步格外轻快。这是我7岁时的宇宙，父母健康，家庭和睦，童年快乐的回忆让我无比怀念这个时代的家。那时候的童话市更像是一个村镇，成片的低矮建筑，道路还没有加宽，到处吆喝的摊贩显得十分的脏乱。但这样的场景却给我一种和谐而亲切的感觉。人们脸上的笑容就像是初升的朝阳，充满着希望与活力。即便是老人也没有一丝的颓丧之感。与周围人相比，面黄肌瘦的我倒是有些突兀。我循着记忆中的路线向着家的方向走去，很快就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。道口小卖部的王大娘此时风韵犹存，并没有离婚。隔壁家的林爷爷也没有得老年痴呆，还能和林虎下着象棋。前院张婶的儿子正准备着几个月后的高考，此时还没有出人头地。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
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即便这一切都是虚假的，可对我来说还是特别的珍贵。记忆中，这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，父母都下岗了，根本就没什么收入。每到用钱的时候，母亲总是要到这些邻居家里东挪西借，这才能渡过难关。这时大路上走来2道身影，打断我的回忆。那是我的母亲，还有7岁的善宇。妈，我想要四驱车，林虎他们都买了，我也要。嗨，买什么四驱车呀？不当吃不当喝的，那是浪费钱。可是林虎他们都有，班上同学也有，就我没有。这一边说着，他们已经走向小卖部的门口。7岁的善宇是说什么都不走了，非要母亲给他买个四驱车，这才肯回家。这时的善宇年纪太小，他还不懂得体贴父母，有些任性。我看着母亲为难的样子，有点心疼，看得出来他也想满足一下儿子的愿望，可是奈何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。赶紧回家，别让我在大街上打你。母亲生气地说道，可7岁的善宇却闹得更大声了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里面竟然有几个1元的硬币，不知道能不能用，应该够买个四驱车吧。看着周围指指点点的邻居，母亲的脸色愈加的难看。我不忍看到这一幕，走进小卖部，随便买了1辆送到他们面前。小朋友，这个送给你，别哭了好吗？我将玩具车递给7岁的善宇，他很高兴，拿着车就跑去玩了，而旁边的母亲却局促地说道，哎呦，这刚刚出门没带钱，不是不给他买，多少钱啊？我回家取了给你。我摇了摇头，嗨，不用还。那可不行啊，这玩具得好几块钱吧。母亲依旧坚持，虽说没钱，可是她不想占别人的便宜。我深知这一点，于是趁机道，真的不用还，就当是我对你的感谢吧。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您帮忙买了东西了，怎么还谢我？母亲不解地说道。哎呦，这快来人呐！这谁家孩子被车给撞了？我刚要回答，那不远处响起了一个人的尖叫，接着我就看到母亲急匆匆地向着那边跑去。不会是他。我否认着心里的想法，颤抖着追了过去。就在我快要接近那里时，一辆沾着鲜血的四驱车突然从人们的脚下跑过。我绝望地发现，那正是我刚刚送给7岁善宇的。哎呦，快看啊，这不是老单家的小雨吗？哎呦，这咋整的呀？哎呦，我刚才看着了，这孩子好像是在马路上玩什么玩具车呢，这车来车往的，正好就撞上了。嘿呦，这人多好的孩子呀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救了，可得告诉自个儿孩子千万别在马路上瞎跑。这周围人的议论声逐渐的远去，我就像个罪犯一样迅速的逃离现场。口袋里的硬币，出于感激而送出的四驱车，还有那几句话的时间，一切都像是被安排好的。正是因为我的出现，才导致这场意外。那一切都是注定好的，你不用自责。我这就突然想起来下火车时单宇70对我说的那句话，当时我不明白，原来他指的就是这场意外。就在我思考时，我的身体开始了变化，四肢缩小，个头变矮，原本面黄肌瘦的脸颊逐渐的泛起血色，
不多时，我就从一个身患癌症的大叔变成7岁孩童的模样。我抬起稚嫩的小手，我很快意识到，这场意外让我和7岁善宇交换了人生。我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循环。回到我的童年，我可以选择新的人生了，但这却让我更加的绝望，因为一切都在按照他的意愿发展，我又回到被摆布的状态。当我再见到母亲时，她已经忘了几天前的车祸，很明显她的记忆被修改了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没法面对她，于是选择了流浪的生活。好像她不止忘记那次意外，也干干净净地把我这个人给忘了，所以并没有人寻找我。流浪一段时间后，我被送进了孤儿院，在那里活了几年。我开始自谋生路，在20岁时离开了童话市。全新的城市，全新的生活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，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轨迹。于是联合孤儿院的兄弟组建了一个团体，名为苏拉。苏拉一词是阿拉伯语，指的是被篱笆或者墙所围起来的意思。我觉得这个词很符合我被循环困住的情况，随即就提了出来。没想到孤儿院的伙伴却认为被围墙围起来有一种家的感觉，都赞成这个名字特别的好。就这样，苏拉诞生了。我做出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决定。这个团体成立之初的意义就是团结弱势群体，大家抱团取暖，互相帮助而已。最初只是在我们所处的城市活动，但一种极高传染性的疾病流行，让苏拉迅速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。这本是件好事儿，可是我这心里却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，总觉得这件事的走向不太对劲。我开始怀疑我的记忆是否被修改，于是将很多的事儿记在一个笔记本里藏了起来。苏拉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，我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其中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就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只是为了将苏拉壮大起来，帮助更多的人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每天都会打开那本笔记，核对着自己的记忆。幸运的是，我的记忆并没有被修改。20年后，苏拉已经壮大成一股世界性的力量，它是对抗强权与不公的代表。成员遍布着世界各地，很多人开始把我奉为精神领袖，逐渐将我神化。由此，神罚降临，瘟疫横行，圣经故事等谣言四起，许多不安分的力量开始蠢蠢欲动。而我恰巧在这时看到笔记本上的一句话：只有毁灭才能逃离这一切，去毁灭你的世界，用尽全力毁灭你能看到的一切。我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，但可以肯定，这确实是我的自己。仔细的思考，笔记上的方法虽然偏激而可怕，但却是一个打破循环的好办法。既然改变不了命运，那就毁灭，把自己连同这个世界一起毁灭掉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要毁灭一个世界可以说是天方夜谭，但对于现在的我，却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儿。记得有人说过，世界终将毁于战争。历史可以证明，只要挑起人类的矛盾，人类自己就会毁灭自己。越来越忙的我再也无暇去看笔记了，我坚信着毁灭这条路能够拯救自己，不顾一切地挑起争端，甚至把作为反抗军首领的父亲写进到密杀名单中。然而成功近在眼前时，我却患上胃癌。常年的操劳和奔波让我的身体逐渐的拉胯。
医生说我只剩下1年多的时间了。我不甘心，不想就这样放弃，我开始全力地寻找活下来的方法。就在这时，我就收到一封匿名来信，信中只有一张车票和一句短短的话语：3月30日4时03分，登上去同华市的火车，你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这现在我想要的就是时间，毁灭这个宇宙的时间。这封信虽然来历不明，写的也极为隐晦，但是病急乱投医的我此时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只要有一丝的希望，我都得去试试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想在临走前拿出笔记本对照一下记忆，可是我却怎么都找不到了。这很奇怪，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3月29日晚上，我安排好校内事务，乘专机来到通化市。一下飞机，我就立刻马不停蹄地往火车站赶，可是司机却怎么都找不到车站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火车站就在城北的道路边上，可绕了几圈了，始终是没找到。距离发车时间越来越近，我把司机打发走，独自一个人开着车寻找。这竟然一转弯就看见那个鲜红的大字同华站。整个车站里静悄悄的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心里不禁泛起嘀咕，虽说同华只是个5、6线的小镇子，可也不至于连个人都没有啊。这封信会不会是陷阱？我拿出枪，小心翼翼地走向站台。那里真的停着一辆火车，车厢外的牌子上赫然写着同华市到同华市。就是这辆火车，起点和终点相同，但我依然不敢放松警惕，握着枪在四周观察良久，这才登上。就在我走进车厢的瞬间，我的余光瞟见一个人影从这车上走下去。一闪而过间，我猛地发现这人好像就是我自己。可当我转头去寻找时，人影却不见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向里面走去。车厢内部很新，像是第一次迎接旅客，地上就连一点灰尘都没有。我环顾四周，猛然在身后的角落里看到一具干枯的尸体，这吓得我后退几步，直接将枪口怼上去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立刻调转枪口，对准说话之人。成为密苏拉教领袖的这些年里，我的身手已经超越常人，反应能力甚至可以比肩一些顶尖的杀手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把枪口对准着他，接下来只要他有一丁点异常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射杀。这说话的是一个老伯，60、70岁的样子，穿着乘务员的衣服，那似乎是很久没有打理自己，满脸都是胡茬子。他并没有被我的枪吓到，继续追问：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你给我写的信吗？这里啊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自然认为这就是他给我的信，可是没想到他却摇头反问：什么信呢？我拿出那封信还有车票给他看，他瞬间面色大变。哎呦，看来他还是失败了。什么意思？谁失败了？他看着一脸疑问的我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看来你那记忆也已经被修改了。不可能！我立刻反驳，但明显底气不足。自从笔记本丢了之后，我确实没法肯定我这记忆是不是被修改过。他也没跟我争论，从怀里边
掏出一个笔记本。那，你失去的记忆都在这儿呢。我满脸惊诧地看着他，忍不住地质问：为什么我的笔记会在这儿？是你偷的？哎呦，这不是你那本笔记，是很久以前那个善语四灵的。你是说，是那个欺骗我交换人生的？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把笔记递给我。那这儿记载的都是他做出的选择，也是你即将面对的。我接过笔记，发现这的确不是我那本，要比我那本厚得多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将2个本子钉在一起。第一本的内容是从7岁开始写，很多都像是日记。我翻看着一页页笔记，就像在看一部自己写的历史。我着重去看到20岁以后的部分，发现他竟然也是在那时被另一个善语四灵欺骗，然后得了癌症，去往20年后的世界。跟我一样，不想被人摆布的他本想了此残生，可那个世界的母亲却因他而死。为了完成死前的心愿，他再次踏上火车，去了7岁的宇宙，而一场意外让他和7岁的善语交换人生，从此就留在了那儿。此后他创立密苏拉教，挑起世界战争，因为常年的操劳又得了癌症。这怎么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啊？我只感觉天旋地转，几乎要昏过去。原来这一切已经不知道循环过多少次了。失去的记忆，善语四灵的第2本笔记。2008年3月31日，和善语二灵交换人生后的第2天，我突然想起了所有的事情。竟然是我自己欺骗了当初的自己。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一次次地促成这场欺骗。为了能留住这些记忆，我把所有能想起来的事情都写在另外一个笔记本上，把它锁在保险箱中。之后的生活，我只能浑浑噩噩地度过，从没有想过以后。可一次偶然的出手，却让我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在一次公司的团建聚会上，我正好遇见高中时的女神被色狼上司灌酒。出手帮忙后，女神对我有所好感，开始和我交往，然后我们结婚生子，一切都这么自然。如果这是一场梦，我情愿不再醒来。这个新来的小生命就是我的全部。然而之后的一天，一切都变了。儿子突然消失，妻子跟我形同陌路，根本就不记得和我结过婚。这个世界毫无感情的回到原来的样子，夺走了我拥有的一切。我陷入深深的痛苦，开始痛恨这个世界，痛恨那股不断的玩弄我人生的神秘力量。于是我在笔记上写下一段决绝的狠话：只有毁灭才能逃离这一切，去毁灭你的世界，用尽全力毁灭你能看到的一切。根据上一本笔记的记录，再过几年全球就会爆发一次更大规模的传染病，那时就是毁灭世界的最佳良机。于是我就开始筹备创建密苏拉教的事宜。可就是这时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里只有一张车票和一句话：3月30日4时03分，登上去同华市的火车，你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这信中的自己分明就是我自己，但我很清楚自己根本没写过这封信。于是我派人去调查信件来源，自己又仔细地查看了一遍。
然而这封信就好像是凭空出现的，竟然没有任何的线索。我知道火车连通着各个宇宙，之前也想过去其他的宇宙里寻找儿子，但我害怕自己的行为再引起什么未知的麻烦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可是看着这封信，我开始犹豫了。如果这是个提示呢？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为了能再次见到儿子，我决定试一试。3月30日凌晨，我再次登上火车。之前一直在车上的老乘务员并没有出现，角落里倒是有一具腐烂的尸体，不知道是谁。我查看再三，也找不出尸体身份的线索，于是不再管他，坐回自己的位置，等待着火车的出发。车子启动后，一直没有好好休息的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等我醒来时，车子已经停了。我急匆匆地跑下车，没想到竟然在出站口看见了之前和我交换人生的单宇20。此时他因为癌症已经面黄肌瘦，眼看着就活不成了。从他的状态可以看出，他是临死前来找母亲完成最后心愿的。他的出现让我知道自己回到7岁时的宇宙。我不明白这火车带我回到这里是什么意义，但单宇20接下来的命运我非常清楚。因为他的出现，7岁的单宇会被撞死，而他会代替7岁单宇留在这里，创建密苏拉教，再次得癌症，如此的循环下去。难道说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？我心里暗自琢磨，已经跟随他来到路口。而后就如我所想，单宇20果然将四驱车送给7岁的单宇，然后7岁单宇就去一旁玩耍。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接下来7岁的单宇并没有到马路上玩，也没有被车撞到。这难道是我的记忆出现问题？不会的，笔记上记载的内容不会出错，那就是我亲身经历的，不可能出错。看着在人行道上完好无损的7岁单宇，我的大脑陷入混乱。我忽然就想到这封信，也明白他让我登上火车是什么意思了。如果7岁单宇不在这时死亡，那被我欺骗的单宇20也就不会留在这里，创建密苏拉教，毁灭世界，重新得癌症的事儿也都不会再发生。那之后的事情就是全部存在的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儿子会消失，因为7岁单宇不被撞死，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，我的儿子自然也就不会出生。想明白这一切，我不由自主地走到7岁单宇的身边，然后用力把他推倒在马路中间。一阵刹车声过后，我听到撞击的声音，我不敢去看路中间的景象，闭着眼逃走了。哎呦，快来人啊，这谁家孩子被车撞了？听到这句话，我这才意识到，原来那场车祸并不是意外，是我亲自杀死了7岁的自己。回到车站，火车还停在那里，周围人来人往，却没有一个人往那儿看上一眼，似乎除了我，没人能看见他。想到就要和儿子重逢，我没有想太多，大步地登上火车。但这一次火车启动后，就再也没有停过。我不知道自己在车上待了多久，应该是很多年。我的衣服都已经破烂得没法穿了。在乘务员的值班室里，我找到一套制服，换上后我就来到镜子前。我瞬间呆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满头白发，一脸皱纹，穿着列车员的制服，这分明就是列车上那个老乘务员呢。
原来我就是接待我自己的老乘务员。这一刻，火车终于停下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下车了。我站在门口，远远地看见20岁的自己被一群人追着跑来。我很快认出，那是刚刚得到车票的单宇20，循环又开始了。此刻我才理解那封信的真正意思，杀死7岁的单宇并不能让我见到儿子，只是开启了下一次的循环。想要再见到儿子，我必须杀死更多的单宇。接下来我并没有告诉单宇20真相，我把车票还给他，让他继续着循环。我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回去，如果能在他成为单宇40后再次登上火车时杀死他，我就可以代替他回到20岁的宇宙，重新的结婚生子。我知道这种行为很难理解，但如果想要在这儿无限的循环下去，我情愿活在那段虚假的幸福中，一次次的重新开始。没有反抗的能力，就只能去适应。我在火车上静静地等待机会，终于在单宇40再次登上火车时杀死了他。就跟我想的一样，当我走出车站时，我交换到他的人生，虽然身患癌症，但是却回到40岁的样子。接下来就和之前的剧情一样，我欺骗了一无所知的单宇20，和他交换人生后变成健康的20岁单宇，在然后的几年中再次遇见高中女神，如愿的跟他再次相爱、结婚、生子，幸福的生活。直到40岁的那天，一切再次发生改变。我坐上火车，平静地去往7岁的宇宙，毫无感觉地杀死7岁的自己，静待着下一次循环的到来，如此往复。看完单宇40的笔记，我在纸上还原了自己一生中循环的整个过程。20岁的我被单宇40所骗，与他交换人生后，不仅变成40岁的样子，还得了癌症，不久于人世。火车把我送到单宇40的宇宙，这里战乱不断，母亲为了保护我而死，我深受感动，想在临死前再见他一面，于是再次登上火车。40岁的我见到母亲之后，却因为一场意外害死了7岁的单宇。我无意中交换到他的人生，回到7岁，不得不留在那儿被修改记忆。我创立密苏拉教，挑起世界战争，在40岁时得了癌症。不想就这样死去的我，坐上火车去往20岁的宇宙，在那里欺骗单宇20，跟他交换人生，摆脱癌症，从40岁回到20岁。之后的几年里，我与高中的女神重逢，相恋后结婚生子，来到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但在40岁的某一天，儿子突然消失，妻子跟我形同陌路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在一封神秘信件的提示下，我又坐上火车，回到7岁的宇宙。当我看到7岁单宇没有如自己记忆中那样出现在车祸中时，我为了促成后面的循环，亲手杀死了7岁的自己。可是我并没能再见到儿子，在行驶的列车上度过30年，从40岁变成70岁。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就是老乘务员。火车再次停下，我接待了刚刚被骗的单宇20，但是为了能在下一次循环中见到儿子，我没把真相告诉他。所以整个循环的过程是70岁到40岁到20岁，再到40岁，再到70岁。我杀死了再次登上火车的单宇40，与他交换人生后，从70岁回到40岁的样子，代替他期盼单宇20后又回到原点，
20岁，我重新认识妻子，结婚生子，直到40岁的时候，剧情发生了改变。我再次去到7岁宇宙，促成那次车祸，然后回到火车上，成为善宇70，等待着下一次循环。我这看着自己不断循环的一生，我的内心中除了愤怒，更多的是绝望和无力。这股神秘力量明明可以强硬地控制一切，可是他却选择用游戏的方式引诱着我做出决定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一步步地在玩弄着自己。他享受着我的痛苦，高高在上地俯视着我，就像善宇40最初跟我说的，在他的眼中，我只是动物园里的猴子，供他观赏，供他取乐而已。可即便是笼子里的猴子，也有生气的时候。我受够了这该死的循环，我一定要把它终结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是这么多次循环过去了，没有一个善宇能成功的。老乘务员沉声地说道，他的话让我逐渐地冷静下来。一只蚂蚁想要对抗人类实在是太难了，但如果这个蚂蚁有无数次的机会呢？在这场循环中，我就有着无数次的机会，只要有一次改变，循环的平衡就可能被打破。我要打乱这个循环的顺序。等会儿下车后，我依然去欺骗善宇20，但我会把第2本笔记给他，提前让他知道真相，给他改变的机会。我突然开口说道，这2本笔记中，第1本是诱导循环发生的关键，第2本则是解开真相的钥匙。如果打乱顺序，让善宇20先知道结果，后发现原因，应该会对循环有很大的影响。还有一个关键信息，就是那封信，它对事情的发展也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。我和善宇40都是因为这封信才踏上火车，可以说信是这一切的催化剂。我拿出之前的信，接着说道，对了，这封信也交给善宇20，让他带离这个宇宙，这样20年后的我就不会收到信了，也就不会为了儿子去7岁的宇宙杀人，促成循环。老乘务员却摇头，你根本就没法保证善宇20会按照你想的，知道真相后会不去7岁宇宙吗？不创建米苏拉教吗？会不得癌症吗？你说的对，但我相信这些改变肯定会对循环产生影响，不管多少，那都是我在反抗。说完，我把枪递给他，郑重的道，我下车后，如果你再看到40岁的善宇上车，那就说明我失败了，到时不要犹豫，直接杀了我。他接过手枪，神色突然变得复杂，而后竟然把枪口对准了我。为什么你失败了这么多次，还想反抗？他大声地问道，这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失败了很多次？你还是没明白。你想想，那笔记的最后，你就是笔记中的善宇70，你想代替我走下火车，重新开始循环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。没错儿，你可能不会理解，但在这无尽的循环中，我始终是赢家，一直享受着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看着他兴奋的样子，我反而冷笑，
看来你已经习惯了圈养的生活，甘愿去当一只猴子。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语气冰冷。你说什么都无所谓，总之在这循环里我是赢家。说完他就要扣下食指，我反应过来，伸手握住枪身跟他抢夺起来。在混乱中，不知道是谁扣动扳机，砰的一声枪响，一个人倒了下去。火车终于停下，我走出站台，感觉脑子嗡嗡的，十分的难受。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好像过去了很久，我已经忘记那一枪是他杀了我，还是我杀了他。从下火车那一刻起，我的记忆又变得模糊，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善语40还是善语70。我游荡在城市中，1年后的我再次欺骗了善语20。不知道又循环了多少次，当我麻木地从车站里走出来，这个世界一切都静止了，往来的车辆还有行人都像是被按下暂停键，都被定格在我走出车站的那一刻。是他停止了这个世界吗？是我要自由了吗？我重新燃起希望，我观察着四周，期待着接下来会出现的变化。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静止着，1年、2年，直到我头发花白，也再也没有发生变化。这比循环的本身更加可怕。我绝望地看着四周，渐渐闭上眼睛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死了。当我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狭小的玻璃空间，光着身子，身上插着各种的导管和电线。我想离开这里，可是却动不了。我想呼救，却听到说话声隔着玻璃传来。这人被判多少年啊？哦，7年。非法倒卖器官竟然就判7年啊，还是头脑监狱里服刑，这太便宜他了。哎，听说他被抓之后贿赂法官了，那些被害者家属的上访都被驳回了，这简直没了天理了，这种人就应该永远都关着。声音远去，我想大声的呼喊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发不出声音。四周安静的吓人，只有机器滴滴的声响。隔着玻璃，我模糊地看到周围满是棺材一样的玻璃罩子，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人，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休眠舱，我的脑海中马上蹦出这个词，接着记忆就像洪水一般涌入我的大脑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才是真实的世界。之前我的意识一直被困在头脑监狱中。2147年，地球资源极度的匮乏，世界各国的犯罪率升高，监狱人满为患，已经没有空间再容纳犯人。这时就有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节约资源的意识监狱，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休眠舱，最基础的营养液，就可以将罪犯关进意识构建的监狱中接受刑罚。意识监狱最可怕的就是真实性。罪犯进入休眠舱，大脑连接着监测系统，很快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身在意识世界，被自己最可怕的东西一直的折磨。如果你有幽闭恐惧症，监狱系统就会模拟出最狭小最幽闭的空间，把你扔进去，根据现实世界判处的刑期一直折磨你。这让很多罪犯在意识监狱中服刑过后再也不敢轻易的犯罪，还间接的降低了犯罪率。意识监狱的低成本高回报让各国政府相继通过头脑监测法案，许多的废旧厂房、仓库甚至是集装箱都被改造成容纳休眠舱的场地。
现实中的监狱全部废弃了。想到这些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罪犯，可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儿。这时我感觉休眠舱在晃动，一阵的眩晕过后，我发现自己的休眠舱被一只机械手臂抓起来，移动到另一个地方。不多时，休眠舱的语音提示响起：587号犯人，刑期已满，麻醉剂停止，3分钟后开启休眠舱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悬着的心一下放松了。原来我终于自由了。可事情似乎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等了很久，那休眠舱始终没有开启，我脸上的笑容逐渐褪去，心中再次涌起不祥的预感。想起你的罪行了吗？我的女儿就是因为你，这辈子只能在床上生不如死的活着。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休眠舱外响起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他的话却让我想起了一切。我是一个倒卖器官的罪犯，专门诱骗年轻的女孩，将她们囚禁起来，割去器官，赚得大量的报酬。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去的，你这监狱程序已经被我修改了。你以为这7年就结束了吗？接下来我要让你感受到他的痛苦，一次次的被割取器官，永无止境。不要！我捶打着厚实的休眠舱，大声的呼喊。可在下一秒，电源再次启动，带着麻醉药物的营养液注入，我立刻失去意识。器官移植手术开始，捐赠者单宇，27岁。全身器官捐赠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手术室里，周围有几个医生正围在我的身边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柄手术刀已经划开我的肚皮，我看到自己的肾脏被取出来，疼得几乎晕过去。接着是肝、心脏、眼角膜、